你知道骨折後依然帶傷作戰並制造絕殺的徐州隊長還有一個身份嗎？如果你看過徐州隊的蘇超比賽，佩戴队長袖標的5號杜明陽一定会給你留下很深刻的印象。作為中场發動機，杜明陽的推進、調度和攔截在攻防兩端都極有存在感。即便在下半年開始有現役球員參賽的蘇超也是一枝獨秀。而在9年前，杜明陽曾距離成為中超北京國安的重要輪換，甚至打上主力就差一點兒。出生於1993年的杜明陽在19歲時就加入北京國安，連續5個賽季在預備隊聯賽中都有進球。2016年年末，臨時帶隊的謝峰在聯賽2連敗後做了一個大膽的決定，啟用了當時23歲、之前在國安出場機會並不多、4支中前衛的杜明陽。在3場中超裡，杜明陽交出了91%的傳球成功率，面對富力时旁过门将攻入了自己的中超首球，面对申花擊中門框，面对建業，杜明陽助攻1次，策动1球，全場評分僅次於梅開二度的外援伊爾馬茲。但杜明陽並未就此打上主力，甚至一度只有預備隊比賽踢，因為下個賽季史稱 U23 元年。從2017賽季開始，各級職業聯賽都開始實行 U23 政策。以當年為例，中超中甲每支球隊都需要至少派上1名出生於94年之後的球員。那一年，北京國安啟用了包括唐詩、巴頓、朱超慶等95後，已經不是 U23 的杜明陽出場機會變得相當有限。16賽季5場比賽2球1助攻，17賽季出場時間不升反降，一共只出場2次，時間只有48分鐘。时代的一粒灰落在普通人肩頭就是一座山。之後的杜明陽在18年離開國安，輾轉中甲、中乙和中冠4支球隊後，在2024年退役，轉行去做了青訓。不過杜明陽很快就重新復出了，在全新的蘇超上。作為徐州隊長，杜明陽在前2場比賽就送出2次助攻，並肩負着引導全隊進攻的重任。在第7輪比賽中，杜明陽開場就和對手重重相撞，就在球迷還在為他擔心的時候，徐州隊長已經在幾分鐘後機警前插完成破門。但進球後的杜明陽身體已經有些遲緩。賽後，一張診斷報告開始在球迷群中流傳，第5前肋骨折。對於需要頻繁衝刺和身體接觸的足球運動來說，肋骨有問題，不僅奔跑和對抗會受影響，甚至呼吸都會伴隨着疼痛。而在受傷的第13天，徐州迎來了和揚州的比賽。上半場傷停補時的丟球如同一記悶棍，對於只有12輪的賽事，想要晉級前8，幾乎每場比賽都至關重要。一場失利，排名就可能下降個2-3位。下半場剛開始，杜明陽就帶傷替補出場，他立刻制造威脅，險些破門。老夫聊發少年狂，左前黃，右擎蒼，近帽雕球，前技捲平岡。而徐州9攻之下終有回報，姜偉率先高高躍起，將比分扳平。比賽結束前的讀秒階段，杜明陽的射門打在姜偉身上變線，彈入球網，徐州完成絕殺。腎上腺素果然是球員最好的止疼藥。為保傾城隨太守，親射虎看孫郎。雖然徐州在8進4的淘汰賽中點球不敵泰州，早早出局，但我們得為帶着護具作戰踢了80多分鐘的杜明陽致敬，得為35歲依然全場飛奔踢滿90分鐘的六哥吳宏陽致敬，更得為聯賽階段沒有1名現役職業球員卻連續4次在最後時刻完成絕平和絕殺的徐州隊致敬。勝負當然重要，但比勝負更重要的是看台上的球迷為家鄉球隊灑下熱淚，是可能剛剛看球的新球迷送出的暖心評論，和徐州将士們眼神中渴望來年再戰的點點星光。明年徐州队一定會捲土重來的，對吧？他們的隊長可是前中超，不對，是來自徐州的硬汉杜明陽啊。